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离不开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便捷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能够给予我们帮助，但是它同样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例如，大多数人的手机里都安装了抖音或是快手等短视频软件，每次打开这些软件，没有半个小时肯定退不出来，这在无形之间浪费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些人喜欢玩手机游戏，非常执着于追求游戏当中的胜利，甚至会废寝忘食地打手游。这些行为都会给个体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负担。这些即时性快乐能够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类大脑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让人们快速地进入兴奋和快乐的状态当中，这也正是大多数人沉迷于手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殊不知，在获得这些即时快乐的同时，你已经被奶头乐深深地控制了。你听说过奶头乐吗？什么是奶头乐？奶头乐不是什么下流的代名词，最早出现于《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指的是生产力过剩，世界上80%的人口将被边缘化，同时80%的财富掌握在另外20%的人手中。为了避免阶层冲突，安慰这些社会上的气儿，让企业大批量制造奶头的服务和产品。一是发泄型娱乐，比如产业、低质量网游和短视频，鼓动网络口水战等。二是满足型娱乐，比如肥皂剧、偶像剧、真人秀、明星丑闻等大众化的视听娱乐，让令人沉迷的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低成本娱乐产品填满人们的生活，让生活辛苦的大众不知不觉在戏奶头中乐不思蜀，达到半满足，转移注意力和不满情绪，令其沉浸在快乐中，不知不觉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从而增加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宽容度。简单来说就是让屌丝安分守己，让精英高枕无忧。如同婴儿有奶头吸就不哭不闹。你或许有不服，但这就是现实，这是资本家的阴谋。不要太高估自己，也不要太高估别人了。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腾讯、百度等等，这些是为了这所谓的阴谋而存在的吗？不是，人家开公司是为了赚钱，是看到这里头的商机。这和你开家理发店、开家杂碎店、开家服装店等等是一样的，不可能有那么的深谋远虑。这是米国人的阴谋。这种话也就某某时报会说，不论是发泄性娱乐还是满足性娱乐，我们都是要跟人家学的，人家比我们更深入更广泛。非要这样说的话，那也是他们先挥刀自宫，我们跟着忍痛割爱。抖音在美国比在中国还流行，那又怎么说？是我们的阴谋。一，顺应了人性。好逸恶劳和耽于享乐是人的天性。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也在娱乐；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广播的时候，大家也在娱乐。八旗子弟提笼架鸟，看戏斗蛐蛐，是不是娱乐？更早的时候，投壶、斗鸡、蹴鞠、围棋、象棋、麻将、飞花令、曲水流觞、分曹射覆，不都是娱乐？黄赌毒那更是自打有人类就存在了。我们天生就好这口。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吃好点、穿好点、房子大点、车子酷点、说话大声点？别告诉我你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这鬼话连你自己都不信。二，压力转移。在学校，每天不是考就是测，书包越来越重，眼镜越来越厚。想要考过富二代，想要战胜官二代，10年寒窗，4年大学，结果送了快递。上班累死累活，看老板趾高气扬，看上司颐指气使，看同事阿谀献媚，看客户嚣张跋扈。回到家，看老婆如狼似虎，看孩子嗷嗷待哺，连猫狗都看不上我。忙了一天，累了一天，就想静静地躺着，干点不费体力、不费脑子的事。
忘记一天的辛劳，忘记生活的无聊，忘记人生的烦恼。哈哈一笑，然后好无聊。3. 矛盾转移。80%的人只能分到20%的财富，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社会矛盾如此之巨，任其发展只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奶头乐的最大作用就是转移社会矛盾。其实这种事最早应该是日本人搞出来的，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研究发现，看 S 影视可以减少社会犯罪，所以才开放产业，所以我们才认识那么多位老师。所以奶头乐其实是人性的囚药，资本家利用这种需求发财，政治家又利用这种需求捞政治资本。奶头乐的危害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然后就产生马太效应，沉迷的越沉迷，清醒的越清醒，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贫穷。奶头乐的危害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时间被蚕食。从事网络的都追求流量，流量是啥？就是你我的时间。通宵玩游戏追剧，一不小心就成了人家的流量。一睁眼一天过去了，一闭眼1个月过去了，再睁眼就到过年了。想做的该做的事一样没完成，周而复始，人就老了。2. 自律被中断。本来想早起，可是还没开始睡。本来想健身，可是玩得我很累。本来想学习，可是这题我不会。明知道不对，还是想早退。3. 虚假快乐使人麻木。奶头乐营造了一个暂时逃避现实痛苦的温柔富贵乡，是一种麻醉剂。游戏里秒天秒的秒空气，小说里开局带外挂，白胡子爷爷，超短裤萝莉，一刀999。梦里走了千万里，醒来还是在床上。虚幻的丰满，现实的骨感。4. 成瘾不能自拔。讨厌嗑瓜子，烧心，烧肝又烧肺，完了口干舌燥，但是嗑起来就没完。不想醒来就是葛优躺，出门就是低头族，可是真香。人不会死于厌恶，只会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成瘾不是简单的意志力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和资本的可恶合谋的结果。5. 丧失深度思考能力。奶头乐的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躺着动动手指头，你想看的、想听的、想玩的就来了，甚至还会猜你喜欢，太善解人意。碎片化的产品让你的思维、意识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碎片化，注意力、意志力被分散。习惯了短平快，习惯了低成本、高回报的刺激，以后碰到高投入的事情就躲得远远的。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在下意识的情况下陷入了奶头乐的圈套当中。社会当中有80%以上的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而这样的情况也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让大多数人过着平凡且安分的生活，而极少数的精英阶级只能够高枕无忧地过着自己的顶级人生。这些上位者会利用最低的成本，创造出这种带有麻醉性的半满足的方式。人们沉迷于这样的消遣时光，热衷于追求这些游戏给自己带来的感官刺激。奶头乐的陷阱最终会使得大多数人在网络世界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的思维能力以及行动能力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减退。除此之外，长期沉迷于这种虚拟的环境当中，人们会无法接受现实社会当中的竞争和压力，无法直面自己的能力和存在的问题，因此会主动地避开一切机遇与挑战，心甘情愿地沉迷于奶头乐当中。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还有一部分人早已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陷入了奶头乐的陷阱，但是他们自己还并不知晓这个情况，最终一点一点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被控制的症状。所谓被奶头乐控制最明显的症状，应该就是无法自律的生活。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被大量的投入到手机或是网络世界当中。许多人只要拿起手机，就会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刷短视频或是玩手游。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对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可言。这实际上是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众所周知，时间就是金钱，在如今这个社会急速发展的环境当中，时间更是无比珍贵。真正能够赚大钱的人，实际上就是能够赚取别人时间的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用的事情当中，那么就会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深陷奶头乐的陷阱当中，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永远无法真正的独立，无法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长时间的沉浸在奶头乐的即时快乐当中，人们的思维能力会随之减退，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是彻底消失，思维能力越来越弱，自制能力越来越差，个体的情绪起伏会越来越大，会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一点点小事情就能够激怒他们，导致他们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一场精英会议。1996年，奥地利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和另一个德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叫《全球化陷阱》的书。虽然两人不是专业作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背景，但这本书一经发售，迅速成为了全球畅销书，还被翻译成了27种语言。因为书中记载了1995年9月，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办的一场闭门会议。据说，会议只邀请了3名记者进行旁听，其中就包括马丁他们2人。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这场会议是由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组织的，参会者是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商界领袖以及专家学者，比如老布什、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金融大鳄索罗斯，还有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全球热点人物，可以说是绝对的精英会议。这些人围坐在一起，主要就是为了讨论关于21世纪世界走向和人类前途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就说，从一开始我就建议，我们应该建立个全球智囊团，以关注我们文明的现在和未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简单粗暴点说，就是全球未来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地步，跟这群参会者们的想法是挂钩的。世界发展他们说了算，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无关。注意啊，这个时候咱们还算是普通人，但这场会议过后，咱们就又有新的身份定位了。经过讨论，这些大人物把未来的人类社会简化成了一对数字20:80。在解释这对数字含义之前，咱们先讲一个经济学上的法则，叫帕累托法则，俗称28定律。28定律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9世纪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社会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后来这个定律延伸到了很多领域，比如一个企业80%的效益是由20%的员工创造的，世界上80%的啤酒是被20%的人喝掉的，等等。而这场会议也同样延伸了28定律，参会者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到了21世纪，世界的经济靠全球20%的人口就可以维持运转。换句话说，全球只需要1/5的人口，就足以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商品，并提供一切顶级的服务等。这20%或者说1/5创造价值的人，正是包括参会者在内的一切精英人士。而28定律社会或者说1/5社会这样的专业术语，正是由此得来的。那其余的人口呢？他们将全部面临失业，不能再创造新价值。就这样，咱们普通人被精英们扣上了人类废物、垃圾人口的帽子。更让人恼火的是，这群精英针对所谓的垃圾人口还提出了泯灭人性的方案。奶头乐理论的来源，他们认为，如果仅有少部分人掌握财富和创造价值，那剩余的贫穷且无用的人口必定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到时候就会制造出巨大的麻烦，
甚至有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们的安全。所以，为了能够高枕无忧，精英们想出了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大规模消灭劣质人口。怎么个消除法？当然不会采用纳粹集中营焚尸炉那套了，而是利用在他们看来更人道文明的方式，像基因武器这类高科技手段。但这个办法可行吗？咱们来看一组数据：1995年，世界人口数量为57亿多，按照消灭80%的比例来算，世界人口应该减少到11亿左右。但现在都2023年了，世界人口已经突破80亿大关了。可以说，这个消灭方案离初始目标是越来越远了，完成目标那更是遥遥无期。但另一个方案就不见得如此了。我们都知道，婴儿在哭闹的时候，只要在他嘴里放一个奶嘴，就可以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让他停止哭泣。当时会议上就有人提出，那80%的底层人就如同婴儿一般，要想让他们也安分守己，保持温顺，就必须给他们也塞上一个奶嘴。但这个的奶嘴指的就是娱乐，只要让它填满人们的生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就自然而然被分散，大脑也会陷入麻木的快乐中。慢慢的，人们就会失去思考的能力和抗争精英阶层的欲望。这便是歹毒至极的奶头乐理论。真的是阴谋吗？翻看网上的内容，不难发现的确存在阴谋论的论调。他们认为奶头乐是一种黑色理论，大家沉迷娱乐和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幕后黑手操控的。为了佐证这一点，部分人还抛出了一些例子。比如1996年，也就是奶头乐被提出的第2年，偶像文化在我国普遍流行起来。原本国人崇拜的都是像钱学森、邓稼先这类的革命英雄，但从那之后，大家都开始追捧明星演员，甚至还衍生出了所谓的死忠粉，极度狂热。还有人举例说，乔布斯从不给孩子使用平板，马化腾自己从来不玩游戏等。在这种情况下，奶头乐似乎真的成了一种阴谋。但这个结论最多也就算是一种推论和猜测，缺乏真凭实据。而把所有的流行文化和娱乐活动都看作是阴谋，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够严谨。远的不说，就说马化腾做游戏，马云创淘宝，难道就只为了麻痹咱们普通人，从而转化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矛盾吗？低端娱乐害人不浅。事实上，抛开阴谋论这一点，奶头乐恰恰指出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过度沉迷于低端娱乐。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你平时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只要一闲下来，你就会打开手机刷抖音，跟着视频内容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掉泪的，情绪上的起伏和波动完全取决于你刷到的内容是什么。正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发现问题，也不会清楚自己当下究竟该干什么。当你真正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却发现又很难开展，因为还没开始你就心痒难耐，想开局游戏，然后就是几小时。好不容易关了游戏，又忍不住点开了抖音，一刷一天过去了。这样的状态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当然，这不完全怪我们自己，毕竟现在的各种形式的娱乐产品在设计上都考虑到了上瘾这一点。就拿游戏来说，有些游戏为了留住玩家，除了让游戏好玩之外，还会努力让自己的产品更上瘾。比如每天登录可以领取小礼物，连续登录1周可以开启惊喜大礼包等，可谓是极具诱惑。不可否认，游戏和网络视频并不一定就是无脑的娱乐，因为有些内容确实是可以让你学到一些东西的，而我们也都需要靠一些方式来放松大脑。不过重点在于你使用的是什么方式。哈佛商学院曾通过有关调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精英阶层，他们越喜欢用补充型的方式娱乐大脑，就比如读书、学习和运动。这里咱们举一个股神巴菲特的例子。10岁时，其他孩子在迷恋电视、游戏，巴菲特已经开始动手画股价图，观察股票的跌涨趋势。
高中毕业，其他人还在浏览体育、娱乐新闻，他已经读了不下100本有关的商业书籍了。到后来成功，普通人还在享乐时，他依旧在逼自己学习，花大量时间阅读枯燥的财经报纸。正是因为摒弃了低级的娱乐，保持让自己独立思考的阅读和学习习惯，巴菲特才能够成功。如何摆脱奶头乐的控制？1. 逆向思维。娱乐可以杀死一个人，也可以成就一个人。那20%的精英也要娱乐，不过是用娱乐来成就自己。你也可以反过来利用奶头乐理论，去让别人吸你的奶嘴，让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让他们满足，让他们上瘾。李子柒、李佳琦、薇娅等等就玩出了成就，玩出了万贯家财。至于后来的事是其他的问题。就算是玩游戏，电竞选手也可以玩到了世界的舞台，而不是被割韭菜。2. 设定自己的目标。成功都是建立在最初的志向上，立人先立志。有了目标，坚定自己的目标，就不会被娱乐所影响。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努力，你还有什么理由沉沦下去？只有认知层次越低的人，才会越喜欢花大量的时间在娱乐上。3. 学习的心态。娱乐平台也有用的东西，网上的纪录片就很多，不光是鬼畜、2次元，就算是刷抖音、快手，也可以学习思维、学习技能，提升自己，改变自己。4. 控制时间。一个人将时间花在哪里，他的价值就在哪里。内容是无限的，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无处不在的娱乐，不要在无边无际的内容中迷失方向。知识重在运用，程咬金也只会3板斧。学习重在实用。5. 不要沉迷。娱乐可以，但要有一个度。娱乐至死，不代表娱乐就不该存在，而是不要过于沉迷，不要玩物丧志。时刻提醒自己，要适可而止，不要做被边缘化的人。6. 放弃蝇头小利。为了吸引人注意，很多平台在推送娱乐的同时，还打着让你赚钱的口号。以前的节目让你打电话，后来发短信，现在扫码赚金币，送话费，送水果。我不说真假，关键是投资报酬率够塞牙缝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看广告，发朋友圈，浪费时间，浪费人品，得不偿失。与其说娱乐业是资本的手段，不如说是你自己抵不住诱惑。7. 拒绝低劣的产品。肤浅的综艺、影视剧、娱乐圈资讯无处不在，可是和我们关系不大。林志颖出车祸冲上头条，那你知不知道全国平均每天有200人死于车祸，全世界每年因车祸受伤的约3000万人。每年国产上千部影视剧，真正值得一看的绝不会超过3部。劣质的手游、网游随处可见。一个破传奇，20多年前的游戏还能到处打广告，找明星代言，凭什么？钱多的人傻。文字培养理性思维，视频图像诉诸感性思维。娱乐至死，标志着感性取代理性。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随心所欲，追求念头通达，所以连供奉战犯的这样的事都有人做，连最简单的逻辑思维都丧失了。随心所欲，这能让你随心所欲吗？碎片娱乐充斥着被阉割的、被夸大的、被营销的东西，看多了自己就麻木了，不会独立思考了，只会随风摇摆，情绪被人掌控，遭人利用，还可能相互传染，很容易被人煽动情绪，跟着造谣生事。事情没搞清楚就学人家人肉，网暴会害死人的，知不知道？而且已经害死很多人了。娱乐是大众文化，满足了普通民众浅层次的需求，获得感官上的享受，但不能沉迷其中，丧失意志。工作很累，挤公交、坐地铁、陪媳妇购物，听领导讲话的时候刷一刷无所谓，但要懂得节制。说到底，
娱乐就是个玩物，是我们玩的，不要让它玩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嘴里说着娱乐至死，手里依然拿着手机。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在奶头乐的陷阱中，如何脱身成为关键。首先，你需要明确目标，设定清晰的方向和规划，避免被碎片化的娱乐消耗掉宝贵的时间。其次，要学会控制和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严格执行时间管理计划。阅读书籍，学习新知识，培养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远离浅薄的娱乐。最后，保持自律，定期反思和调整自己的行为，确保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进步和成长。愿你能在纷繁的娱乐世界中找到平衡，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